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的韦恩有话说，又来到韦恩谈一谈在性别议题观点上面的时间咯。那今天韦恩想要谈一个什么主题呢？今天韦恩想要谈一个是现在这个时代很热门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跟跨性别有关系。韦恩为这个主题所下的一个标题叫做心理对性别的认同与生理无关吗？许多在所谓的生理认同与心理性别有落差的这一个族群的朋友当中呢，韦恩其实过去也曾经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一种对于自己到底是男是女，自己到底应该用男性还是用女性的身份来看自己的矛盾冲突，没有走过这个过程的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我身为一个男性，我很清楚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男性，这个最基本的我在成长后开始被人家评价说 No， 你这个人不符合男性的样子， No， 你这个人不符合男性的样貌，还有你这个人不像个男人。哇，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像个男人，但我是个男人。这样子的一个困惑的累积，就开始影响了一个人怎么看自己，就影响了一个人开始会去质疑，所以我这个男人不对吗？我这个男性的外观是有问题的吗？我这一个男性的样貌不合理的吗？我在这么多年自我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也的确思考过，我是不是应该要成为一个女性。我用过女性的名字，我为自己取过一个女性的名字，样貌的呈现来做打扮，来做我自己面对社会的一个样子。但是有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透过我的身体告诉我，我就是拥有男性的生殖器官。那到底心理的性别认同才是对的，还是生理的性别样貌才是对的呢？其实都只对了一半，因为生理的你跟心理的你其实是应该要被整合，而不是分开来看的。今天一个人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好好的看自己是男是女，跟社会还有跟成长过程的经验有最直接的关系。今天我如何学习一个男生长得应该是什么样子，一个女生应该长得是什么样子，这一个认知的建立是来自于成长过程、社会、学校、家庭、文化所带给我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跟学习。而我因着这样的一个成长，当我身边的人开始在告诉我说，韦恩，你这个形象不符合男性的样貌的时候，对于我这个当事人而言，怎么想？我会去想说 OK， 这样的我不符合男性的样貌，那是不是我应该学习怎么做男人，或者是把我自己改变成女人？可是社会也好，文化也好，家庭也好，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所存在的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或对不同性别的一个期待，它都不是那么的完整，它都不是那么的具体，它也不应该变成一种绝对的标签或绝对的身份加诸在任何人的身上。同样的道理套用在对男女的期待上面，社会的确对男女还是会有一些分工角色上的差异，但这个分工角色上的差异，它就一定要让男的跟女的成为那个绝对的样子吗？而这个绝对的样子所带来的，就是一个人会开始对自己的生理性别产生怀疑，不像个男人的时候，我要怎么看我自己？我要怎么去回应我自己？那不像个男人就是个女人。那既然我是个女人，那我身上这些男性的器官或男性的这个样貌就不重要啦，就应该被改变啊。我自己也认识到很多的跨红者曾经做过所谓的性别重置手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变性手术。但是这些跨红者之所以会站出来，之所以会走向跨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他们很真实的经历了这个手术之后，才发现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的影响。他没有因为完成了这个手术之后，他就真的成为了另外一个性别的人。我还记得我所认识的一位跨红者，他说他在完成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刻，他发现
怎么都没有改变？当然不会改变啊，因为你拿掉的是你身体的器官，但是你没有改变你身体里面那个 XY 或 XX。我们不可能透过一个手术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感觉。那这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感觉是男人，感觉是女人？是不是值得好好想一想？而这个你所谓的感觉是男人，感觉是女人的这个感觉，是不是还是回归到社会告诉你男人长什么样子，女人长什么样子，或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不管媒体、影音的节目所告诉你的男生的样貌、女生的样貌。那好像甚至还会再带入，就是动完手术之后，会知道原来成为一个女人原来是这种感觉。不好意思，不可能，因为你如果出生到成长的过程里，你没有子宫，你没有卵巢，你就不可能感受成为一个女人是什么感觉。同样的，如果你的成长过程里面没有阴茎，没有睾丸，你就不可能感受什么叫做成为男人的样子。我相信有一些做完性别重置，也就是变性手术的人，他的确自在多了。他的确好像少了这一个器官，让他的生活可以比较平顺、比较安定，让他的感受可以比较安定。但是有一些隐藏的问题，会不会也因为这个手术就此被忽略了呢？就像我之前有一集节目提到的，我遇过有一些做完变性手术的女跨男的一个跨性别者，其实他真正在面对的议题，不是他是不是男生的议题，他真正在面对的议题是他这一个女性的身体让他感觉到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需要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男性的样子，才能够带给他安全感，才能够带给他生活上面的稳定。可是这些人在身体被错待的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能够好好的被处理，他今天纵使改变了他的生理的器官，那个心里面的一些伤害，仍旧会影响他这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当然，现在就会有人讲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免术换证这件事。我某些程度上认同说，能够不要动手术就不要动手术，因为这个性别重置手术是一个不可逆的手术，失去的就是已经失去了，你不可能再找回来了。可是同样的问题仍旧存在。对，我允许了你免术换证，你不用再动手术，你的性别就可以从男生变女生或从女生变男生。但是你这个人真正内在一些还存在的自我矛盾、自我冲突，会因此就完全消失吗？就能够真正非常坦然的去面对社会吗？那一些你觉得改变了性别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它真的就解决了吗？手术把器官拿掉，让自己可以拥有胸部，可以开始穿女装，更自在的穿女装这样子，我仍旧会对我自己产生很大的矛盾。为什么？很明显的，我不管动不动手术，身体很真实的就是告诉我，你就不是一个女性，你就真的不是一个女性啊。你就不会有月经，你就不会有生理期，你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一个女性生产的辛苦啊。纵使我想，我能吗？我不能啊，我不可能怀自己的孩子，因为我的身体，我这一个人的真实就是一个怀不了孩子的人啊。那再进1000步来讲，科技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科技医疗可以让男人怀孕。今天这个科技如果真的能够达到这样，会让我真的觉得，那这样我可以做一个女人了吗？我不会。为什么？因为那个卵子不是我的，它不全然是我自己这个人的啊。我们当然会有心里对自己的认同，心里对自己这一个人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期待，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这一个人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心里所期待自己所要呈现的样子，是不是需要透过改变生理的样貌，甚至像是我所提到的要动手术来达成这个目标？我想这个是需要更谨慎的自我整理跟更谨慎的自我认识的，因为有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身体的问题，
有些时候的问题是来自于社会教导我们，或社会对于一个人要长什么样子，而在我生命当中落下了一些错误的认知，或错误的内在的誓言，错误的内在的一个感受。我们当然可以有各式各样打扮的样子，男生当然也可以透过裙装来呈现自己不同的男性的样貌。女性当然也可以透过中性的打扮来呈现自己很有能力或者是很干练的样子，这些都没有影响你是男是女，而是我们自己也能不能去打破说，当社会告诉我这样才是男人的时候，我这个男人有属于我这个男人的独特，属于我这个男人的价值，不是每一个社会的价值我都要去迎合，不是每一个社会的价值我都要去符合，我们不可能符合所有的人。我们也不可能满足这一个社会的期待，因为这是不合理的。我必须要很清楚知道我是谁，我也必须要努力的去接受、去接纳，有一些经历，它就确实发生在我的身上，而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也造就了我这个人的独特，而我的独特不应该就这么轻易的被社会给践踏也好，或被社会给否定。反而是我要怎么让我的独特可以在我的身上很自在的去活出来。我想这一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要用前面有一集我做的收尾，我很想告诉在观看节目的你，你真的是独特的。不管你过去成长的过程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伤害，经历了什么样的错待，经历了什么样的否定，你还是独特的。这些在否定你的人，他们不见得真的认识你，他们也不见得真的好像很能理解你的状况，甚至有很多人在你的生命中不过只是一个过客，甚至我都必须要说，哪怕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也不过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出生长大的一个照顾我们的人。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经历，它也就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它不应该成为解释我们这一个人生命的全部。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开心？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理跟心理可以活得更整合、更自在？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去努力的。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是个生理的男性，你是一个生理的女性，这件客观的事实，它影响了很多你怎么看自己，但它不应该成为你要去否定自己。你要去拒绝自己，甚至你要花代价，连自己的身体都要去改变的，或者是要去否定自己身体的一个理由。我找回了我自己，我确立了我自己是一个生理男性的身份，我也不再用任何其他的社会性别名词来定义我自己。我越来越认识我是谁，越来越认识我这一个男人跟其他男人有什么不一样，跟社会所评价的男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我才会更自在，我才不会一直想要去讨好，我才不会想要一直去迎合这个社会或其他我所想要迎合的人。我反而能够活在我自己这一个人的独特当中，活得很开心，活得很自在。我也希望每个收看我节目的人，在面对性别议题的你，也能够活得很开心，能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那么多标签的情况下，真正的活出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期待你可以活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因为你本来就应该可以自由自在。你本来就不需要被任何的标签或社会的框架所框住，你有你的独特，而你应该要好好的让自己的独特活在能够认同你、能够接纳你，甚至可以让你展现独特的群体当中。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有一些收获。如果你对韦恩今天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回馈、想法，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你宝贵的意见跟回馈。那当然，如果你对于回馈在公开的这个留言上面回馈我会有一些害羞，韦恩也有一个 LINE 的官方账号，叫做韦恩有话说，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跟韦恩1对1的私讯，表达你的想法，甚至表达你希望韦恩接下来谈一谈哪一些角度的性别议题的看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